By the way， 各位，怎么样？我们今天来了一个，我们面前来了一个我们很熟悉、最熟悉的陌生人哦，我的朋友 Jen。嗨。哦，好，他很尬。这边是登机前广播，最后登机呼叫。这里是机长 King 广播，感谢您搭乘阿金宇宙航空，本次航班编号 TK0701，将由台北小巨蛋飞往火星。时间是2026年7月1号正式起航。目前航班已经开放登机，请尚未登上太空船的旅客加速登机。提醒您，此趟航空不提供保证，不提供承诺结果，也不接受等我准备好再说的登机理由。如果您正在犹豫，不是因为您不够好，而是这是一趟真正会改变你人生的旅程。再次提醒 ，VIP 登机门即将关闭。阿金宇宙航空提醒您，人生中有些航班错过了就不会再加开。谢谢您准时登机，再会。等一下，我今天想到一个问题，怎么样？就是说，因为我们平常 podcast 的上架。其实是 Jen 在帮我们上架。Yes。好，那你知道我们 podcast 的标题也是 Jen 帮我们写的？真假的？对，所以 Jen 其实是一个没有会写标题的人，没有在现场，没有会写，就是不会写。但是他要听过每一集 podcast， 所以他的顺序应该是，比如说我们 roll 完了，对，然后 Peter 剪辑完了，然后他要第一个先听完，对，听完然后写完标题，然后上架，然后安排寄信嘛。那你在听的时候，你的心态都是什么？心态软，他没 get 到，他不想理我们，他不想理我们，他觉得他妈太低能了。就一次听5周的话，我就觉得它很连续。那有的时候我是一天上一集，对，就有一种那昨天是什么的感觉。没关系，听众也会这么想。那昨天是在说什么？如果有人问我们说 Podcast 要从哪一集开始听，任一集。那他应该要怎么进入？他会最容易能够进入这个世界里？你觉得？你说如果他要听懂的话，就他真的要搞懂我们在干嘛？因为我们有几集就是非常我们自己的 small talk，对，所以他有一个我们自己已经知道这个资讯量，所以那个人进来的时候，他会有一种闯入陌生人在聊天局面的感觉。所以如果他真的要听的话，到底要从哪一集切进来是最 fit 的？他可以从他觉得标题有趣的集数开始兴趣使然。对，因为他要那一题的主题，他觉得有趣。如果他看了标题，觉得不知道这集在干嘛，他就先听别集。反正我们很多集可以听。对，很多集。不是，我真的觉得，因为有时候他看完那标题，点进听完那一集之后，就那一集内容跟标题完全没关系。哪有，真都有关系，好不好？不是，你是上次那个哪个？一直说要跟大家讲我们下礼拜行程是什么，我们讲了3天才跟大家讲我们下礼拜的行程是什么。然后之后行程又结束了。那我们问一下 Peter， 作为一个就是现场在录音的人，然后你回去剪辑完之后，你还要再听一次，那你当时听的时候，你的想法是什么？所以我现在外包给小安了。就再也没有听过第2次了，是不是？下次我们会问一下小安的心情是什么。不过我后来看了我们自己 podcast， 我觉得蛮好看的。对啊，那是我大概第1次看我们 podcast， 我从来没听过我们 podcast，never。但你听的那一集是好。算比较好。我听那一集刚好。什么叫你给我好好讲话？有一次，然后我听完之后，我真的不知道怎么写标题，我怕大家会很失望，所以我就在标题加入了闲聊。我蛮喜欢我们闲聊的，我蛮喜欢我们聚在一起就是瞎聊天。但是当然这样，就是因为 podcast 有第3面墙嘛，对，就是你要创造一个空间，能够跟读者有一些互动 ，whatever， 听众有一些互动这样。但我们就非常喜欢在自己的 zone 里，我们就非常喜欢自己跟自己互动。然后你是不是非常喜欢感冒？对，我最近在感冒。该为什么？不是，是身体很虚啊，最近。你不是因为小孩感冒吗？一个是他感冒，那另外是我最近这几天我睡眠时间比较短。对。我看一下今天我的睡眠。没有，就只要我晚回家，因为这3天都有活动，晚上都有活动。只要晚回家的时候，我就会要陪我老婆我自己啦。她是叫我赶紧去睡觉。但我就觉得，我懂，就是他叫你去赶快睡觉，你就真的赶快去睡觉，你大概也不用起来。对，所以我就会说，没关系，我陪你看1个小时电视这样。
那因为正常来说，我大概11点半到12点我要去睡觉，因为孩子早上要送去学校，所以我大概要保持可能7到7个半小时左右的睡眠时间。但如果大概1点或1点半睡觉的话，我睡到前半我就睡太少，大概就睡6个小时。所以呢，我这3天我睡眠时间就大概 around 是6个小时，我就身体品质很不稳定，就会发生这种事情。这样你可以睡6个小时。不是，我们现在傲笑脸好不好？我们昨天去听完那个钟贤老师，钟贤老师昨天怎么样？小君你讲，那段我真的没听到。不是，我跟你讲一个很尬的事，我先讲一个很尬的事，再讲你的故事。但钟贤老师可以听到的吗？可以听到。孰轻孰重。我们昨天刚好有机会去拜访钟贤老师嘛，因为钟贤老师造了一个新的课，我会把那课程链接放在 podcast 底下。这堂课很棒，你一定要去。好 ，by the way。然后我昨天一到那个现场的时候，我就问说：“钟贤老师人在哪里？”然后他的助理就跑过来跟我说：“钟贤老师现在人在洗手间。”那我就因为前一句话我在问那个助理说：“那个我想要先去一下洗手间。”然后助理就说 ：“OK， 好。”那我顺口带到钟贤老师人在哪？他说在洗手间。所以这代表说，如果我前往洗手间的路上，要么我遇到钟贤老师出来，要么我遇到他正在洗手间嘛。好。然后我一进去呢，我就看到了钟贤老师，对，看到钟贤老师正在上厕所嘛，对嘛？那基于礼貌，你不会跟他打招呼嘛？好，所以钟贤老师就呈现一个，就是有点难解释，就大家不要有这个印象就好了。反正钟贤老师就正在棒溜，就大概是这样。就你觉得太仔细了吧？好，那通常卷给我这sign，我就会叫小人剪掉。剪掉。好，钟贤老师怎么样？就是我去的时候，因为我每次看到老师，我都非常开心。对，他有一个很好的 vibe。我觉得老师一直给我一种哇，人生很快乐。而且很稳定。对，然后很稳定的很快。有一种就是那种朝气很蓬勃的感觉。然后我去，然后我就说，因为我知道老师其实很晚睡。为什么？因为他很喜欢睡前看3-4个小时的书。3-4小时 Netflix。他很喜欢看那种怪奇物语、古文明之旅啊。那就是怪奇物语，没错。好。那他都会看到什么凌晨1-2点他才会睡觉，他其实是个很晚睡的人，孜孜不倦。对，然后我就问他说：“老师，我想问一下，你会赖床吗？”然后老师就说：“我不会啊，我昨天就是1点半睡觉，然后我今天5点就醒来了。”我就说：“老师，为什么这么早起？”然后说：“因为我被冷醒。”然后我说：“那你醒来你会觉得很累吗？”不会，我觉得精神特别的好。你要被冷醒。然后我就问他说：“现在重点是寒流来，如果他没醒怎么办？这才是问题。”剪掉。你老死！你今天怎么？你今天为什么现在你火力全开？是不是？我的画面一直是很冷，然后钟贤老师都会停下掉。然后我就问他说：“那老师，那你是怎么不赖床的？”然后老师就跟我说：“如果你会赖床，就代表你对自己太宽容了。”哇，天哪！然后我就说：“对不起。”等下我要生气了，我帮你别麦，结果你给我把麦拿下来。麦人在哪里？你老师，我上次了吗？已经被你弄丢一只麦了。你的麦就这样不见了。那个麦会不见啊？我怎么会知道？好 ，OK， 好，OK。我就觉得对话很幽默。钟贤老师不错，人不错。对啊，我蛮喜欢他的，讲话的感觉也蛮好的，很稳定。开始从这边开始。因为他就是他给人的肯定是有厚度的。对，因为他在市场上验证过很多次，他给他人的肯定嘛。所以当你被他认证时，你受到的感觉很不一样。但他给你火烤的时候，你受到感觉也很不一样。他昨天讲一个反正那个段子在 podcast 里面他有讲。对。他说什么？我从不生气骂人，但我会笑着弄死你。钟贤，你这家伙！不是，我跟你说，上次我们不是有一次找钟贤老师来拉面社直播？对。然后直播我开场嘛？没有，因为那一场我不赶上去啊。然后那场我叫小俊去顶，我实在太害怕。Welcome 钟贤老师，然后老师就说。我就问老师因为老师那一集叫讲创业，我说那老师，那你觉得创业这种是什么？他就损益表，然后呢要目标预估。他说我跟你说，我最低标准年增长30%。
然后我就突然很安静，然后他就看着我，你有没有年增长30%？然后我就说老师，这个30% 是不是愿望太大了一点？他说我没叫你300哦。好难聊天这个人。他说好，我跟你说，好不容易聊天的一个人，你应该要翻倍，你没有翻倍，你创业第1年你没有翻倍。我只能说好险那一场我也不在。你水印怎么写的？哦，因为他说有基期啦，对，因为基期低嘛。对，因为他认为他就说你刚创业，你怎么可能不翻倍？好，再来就是说负债有了。他说那如果你没有以一个翻倍的计划在写损益的话，你是不可能会达标的，你连30都不会有。我懂，因为它是一个 minus 后的结果。对。Okay. 然后他就说，而且如果你没有逐月逐格写，你是绝对不可能会进步的，你会成功的不知所以然。每一个点都很痛，但每一个点都难以解释，这样。就大家真的都没啥好解释。然后我就一直想在荧幕前一直往后推，然后呢，因为大家会问的，那我就会代问嘛。我一代问，他就会说：“小金鱼，你真对自己很宽容。”你对自己太宽容，然后我就觉得，哦，老师，我整场都在背火考。他很自律，他真的很自律，他非常非常自律，老师非常非常自律。对，而且很难想象他应该60几岁了，应该可能到目前为止1到日每天上课，且北中南的上，超屌的。然后现在呢，2026年了，对不对？他2027年 schedule 写好了。哇，课好像也卖的差不多。对。然后他每次上课都是大班制，100个人、200个人，他一次对200个创业家说话。黄长浩也是啊，上那种连续性课程。对，他那逻辑跟我们8放假上考，黄长浩也是啊。黄长浩现在没500，他觉得小 case， 没有赔500，我觉得小 case， 小姐掉。好，我们先，我们这一集还没有那么结束，我决定把这个 podcast 里面的钟贤老师先请走，谢谢钟贤老师今天去买他的课程。那怎么样？你觉得卷回来给团队的感觉怎么样？我觉得蛮好啦。哪一个部分？多增加了我对他的认识，我觉得这其实对我有加分。比如说360度旋转，他这可能是冰山。我跟你讲，就有认真上社群课，他在讲社群的冰山。对，沙滩有冰山里面。对，我觉得多增加我对他的认识其实蛮好的，因为我之前没有那么多角度可以认识他，毕竟远嘛。然后你聊天的内容都在聊工作啊。那卷呢？好哇！你觉得回来有什么改变吗？他等下就要回我一句改变吗？我觉得就是常常看到大家，我可以理解说为什么实体会增加团员之间的信任跟感情。团员，就是我画面是那个红色汤圆的白色汤圆，就有点类似我们昨天去看那个冠军之路哦，是不是很不错？对啊，你可以想象，就是如果所有人都是在线上，当他们看到就是任何一个安打的那一刻，他们是没有办法拥抱在一起。哦，我起鸡皮疙瘩了。但我们2个人昨天一直这样靠着。我们2个都做勾引，我们在勾引。你有 get 到这个梗吗？好，看起来我们这一集应该就要到这里，感谢大家，all in 大家，下一集I got myself into a world full of trouble. I've been losing my head, losing the battle. I drag myself downtown, but I'm not there. I got myself into a world full of trouble. I reach for the stars, but I cannot go higher. I'm on a paper plane flying into your fire. Wearing faces and pretend I'm fine. I reach for the stars, but I cannot
up on. I'll take another hit from you, I'll take another step, but you're the one thing I cannot give up on. I'm a satellite in orbit around you. Your gravitational pull is making my heart blue. Making my heart blue. Drifting outer space with no control. I'm a satellite in orbit around you. I'm always chasing things I cannot have, but you're the one thing I cannot give up on. I'll take another hit from you, I'll take another step, but you're the one thing I cannot give up on. I know there is a peaceful place on this earth. I know there is a peaceful place. Always chasing things I cannot have, but you're the one thing I cannot give up.